重置。那样凌晨的时候已经病逝了。你可以接受我访问吗？重置，我会录音可以吗？那个报道出来以前，可以先让我看过吗？当然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才量少，而且讲求单一乳源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省略掉很多加工步骤，跟那些牛乳大厂生产线是完全不会相同的。了解。但现在有人喝你们家牛奶造成食物中毒，你认为这是因为没有低温物流的关系所造成的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你否认有人喝你们家牛奶食物中毒喽？废话，当然要否认啊！牛奶中毒这件事情也没有出处啊，我们没有遭到客诉。你今日报道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们之前报那么多农业的假新闻，也没有求证，今天又想报什么啦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是那个网红草莓牛奶，很关注这个议题啊。对，草莓牛奶啊？对。我嫌你们否认烧奶谣言有错吗？这是你们讲的啊。你只是个网红，又不是记者，你懂什么？你到底讲什么啊？好了。当天小妹妹送到医院之后，马上就进行了急救。等到生命真相稳定之后，确定是脑伤，所以就立刻通知了神经外科的主任进行了急救。等到生命真相稳定之后，确定是脑伤，所以就立刻通知了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，也就是我。我的判断是要立即开刀，只不过当下医院真的没有病床。这么大间的医院，怎么可能会没有病床？哦，我说的是神经外科的加护病床。神经外科的加护病床有比较特殊的仪器，可以照顾脑伤的病患。但转院风险那么大，那要是脑伤不可以先开刀吗？开刀和术后恢复是一样重要的。今天如果我决定要开刀了，我就要 full in charge 这名病患。洋洋术后的恢复，如果因为没有床位出了问题，那谁要负责？所以我不能开刀，我只能选择转院。重置，如果你知道会转到这么远的医院，你还会选择转院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那个泱泱的人球案，你们还会继续报道吗？哦，这里已经没新闻了。人球案的消息，台北会继续追踪。喂，高记者吗？哦，我是邱以玲，我决定了，我可以去火线新闻上班。很紧张啊！你干嘛紧张？哎，你的位置随时可能都被取代。
那个记者是什么？是你的明姐从偏乡找回来的。我才不会被取代。你确定？哎，你请你来。嗨，各位，我帮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，摄影记者邱以玲。哦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以玲。天哥，李完，谁啦？辛苦啊呢，今晚食。袂啊，哪会辛苦？到后面咧，像你安尼，食会饱，困会饱。大概看到你安尼，遮大阵，这兄弟吧了？副座，不知道。副座，神探叶顺天，天哥你唔知？没有。那你做。这么会躲啊？你甲人找无？你也讲者啊，你安那咪的啊？人即水气，你知无？你若交你啊，甲阮照顾者。好啦，人我带走。免啊，讲较紧啦，嘛少坐坐，不要开讲者。阮迄敢拢到位啊哦。我的兴趣是跳舞，就是没有很会跳，就稍微这样小跳一点点而已。子文，你会不会？子文，以后以玲住的地方就交给你了。你的位置在哪里？谢谢哦。你要不要吃口香糖？我不吃口香糖。好。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？有没？你很面熟哎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大众脸而已，就是稍微。草莓牛奶 Let's ride！ 我在看你直播它超红的耶！这个我不是留言给你叫你不要来吗？有没？对，我在下面留言说那个什么记者都是白痴啊，你千万不要来。我留了。你就是那个最帅的猴塞雷哦。对，就是我，我真的要吃你哦！啊，既然你都这样想不开，我们今天有个采访，我带你去。好，OK。好，我带你。OK。我带他。来。明姐，拜拜。晚上见哦。好。那个谁，帮他处理一下行李。拜拜。明姐，我们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明姐，你为什么要找网红啊？我为什么要找网红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媒体在改变，我们新闻也要改变啊。但是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我爽。哎呦，这么早啊？等很久啊？我火线了，天哥叫我来的。天哥，让我们进来。来。跟你介绍一下，我们新来摄影记者。我叫以玲，邱以玲。你好。就是那个草莓。你不要大嘴巴，不要跟别人讲啦。你们如果要采访，趁现在，现在有空档。猴哥，我新闻系毕业的，我自己进去。See you later 。猴哥，你要不要一起进去？你不是新闻系的？那不一样啊，那个。不要怕了，小林，你等下抱我去。我没有怕。可爱。侯方平，你干嘛自作主张啊？我不是跟你说，我宁愿被定死，也不要找张文华。
就跟你说嘛，这种事就交给卑微的我。能帮你抓到，然后做面子给你，然后做萨库拉给他，让他作秀，这样不好。我最不爽就是这个，你要不要看他现在什么样子？像现在这种年轻的少年犯越来越多，我作为议员，我感到非常的心痛。我会更监督，我会更积极的去监督这方面的问题。你都躲这么久了，为什么现在才出来自首？你害一个家庭支离破碎，你不会有罪恶感吗？华哥，辛苦。哎，那个媒体差不多都到了，我们准备好就可以先过去了。好，非常的有限。好，玲玲，先去卡位。哦。那东西不用收了，先过去。对呀。要相机。是哦，哪像那，人拢来啊，你惊我，唔敢入来啊。哪有？把犯人带走了。这次是麻烦华哥啊，这样协调，好，帮我们小天一个忙。为民服务了，这哪有啥？哎，华哥，领带。你给大心嘛，袂是个拢起来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感到非常遗憾。台湾社会会越来越乱，我觉得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非常大的问题。现在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，我作为议员感到非常的痛心，我会更积极的监督这方面的问题。现在警方在里面已经逮捕了少年犯小香，他准备出来自首。你当天有吸毒吗？为什么要逃逸？你知道悠悠已经过世了吗？有什么话对悠悠妈妈说？你要对社会大。嗨，你好，你就是子文哦。对啊。谢谢你收留我。哇，不客气，反正你应该不会住很久吧？哦，不一定啊。哇，你家好舒服哦。哎，小姐，你房间在那。哦 ，yes， 房间。哎，你有帮我换新床单啊？当然没有啊，可是很香哎。哇，吵死了！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哇，谢谢你。干嘛？我今天跑一整天新闻，跑超久的。谢谢你收留我，我们一定可以变成好的朋友。其实真的很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采访。我其实蛮好奇的，我拒绝你这么多次，你怎么还是坚持要找我？我在电话里说过啊，我在你的脸书上有看到你非常关注医疗制度的问题，但是坦白说，我要打电话给你，其实我也鼓起蛮大的勇气的。你们真的很辛苦啊。我其实有很多护理师朋友，他们都有提过，他们非常支持这次的医改，因为这样子让他们现在的工作时数在一个很合理的状态。但是同时呢，医院在排班上面就必须要减少人力。那像大家不是都在讨论之前那个医院它病床不够的问题吗？其实老实说，护理师的人数跟加护病床之间数量是有一个相对的关系。等一下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泱泱那一天其实不是没有病床，而是没有护理师。你网红当好汉，你为什么要当记者啊？你不要看我这样，我也是新闻系毕业的。真的假的？而且我还考过火线新闻哦。你考过火线？然后呢？我有上啊。那怎么没进来？
就那时候我上班第一天啊，人资部就打电话给我，叫我不用去上班，超不爽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有个议长的女儿啊，直接空降到我的位置，还有这种的。要是让我知道那女人是谁，我就把她鼻扒开，把她心中挖出来，然后就烤一烤，然后这样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知道议长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哪知道啊？要是让我知道他是谁，我死定。好，太好了。你电话好像响。喂，怎么了吗？那天的事情，有些事我没有跟你讲。你明天有空吗？因为通常一个护理师他一次只能够照顾2个加护病床，那你想，护理师的人数减少，病床自然就减少了。所以你的看法是，医改有可能无意间造成人球案？对，不过这当然还是要查证啊。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啊。其实老师，我今天过来，本来还蛮犹豫的。因为其实我心里对你们其实一直有一些埋怨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不过来的话，好像就代表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国伟的事情放下来。你们没有证据，怎么可以说他超贷10亿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会追到这个案子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这是我目前能做的。2年啦，好快啊！不过好险我今天过来了，觉得好像现在真的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了。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坚持下去。不好意思，你还有多少时间？午休后我就要回去了。那你在电话里说的是什么事？如果那天你有机会救他，你还会选择转院吗？洋洋病逝那天，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？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我本来有机会可以救他的，但是当天各科的加护病床都没有床位。可是我在最后检查的时候，发现有一床的病情稳定，可以腾出来给洋洋。那最后为什么没有？因为那一张加护病床的病患是 VIP， 就是权贵阶级的家属。我相信这位年轻人已经知道错了，所以才会选择出来自首。
大家高明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你带以琳拍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是说这个议员很有问题，我们干嘛帮他作秀？我也不想好吗？他也不是只能靠这种黑道议员，然后去各个堂口瞧，小香才会出来自首。现在人抓到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各位，我得到人球案的重要消息，杨洋会被转出北安医院，其实不是没有床位。什么意思？讲清楚点。北安医院当天其实还有个加护病床可以挪用，但因为病患是权贵，所以院方不给挪，杨洋才被转到别的地方去。那你知道权贵的身份吗目前不知道。？OK， 那你把所有的消息都整理一下，等等发稿。大家各自工作吧。不错哦，小高明。子文，你的消息来源是？明姐，好，我可以跟你说，但必须匿名。其实那天值班的住院医师张崇志是我的国中同学，消息来源就是他。大家好，我是火线新闻调查组的草莓牛奶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1分钟新闻懒人包，为大家整理的是泱泱小妹妹人球案的最新调查进度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多跑了一圈。不会，进来吧。市府之前提出的医改案，也就是由10间市立医院合并成为一家。结果医疗资源没有整合，导致基层的医疗人员排班大乱，人力不足的情况下，当天泱泱小妹妹无法就近找到适合的病床。结果北安医院却爆出，当天其实是可以挪出一张加护病床来的，只不过被医院所谓的 VIP 占用。我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，选情非常的危急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助理让我印象深刻，他非常的积极。每天加班，但是他有个毛病，就是喜欢自作主张，所以选前的1个礼拜我就把他给换掉了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。王院长，你知道做事的时候什么最可怕吗？ A 钱、懒惰都不是问题，最可怕的是没有自知之明。究竟 VIP 占床事件是不是酿起这一场悲剧的主要原因呢？我们火线新闻会持续为大家追踪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1分钟新闻懒人包，大家拜。为什么我可以政治生涯走到现在？就是我永远在最紧要的关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怎么会笨到让人球案来影响医疗改革，甚至爆出你保留床位给权贵？今天你不解决，就换我解决你。我现在回去马上处理。高小姐，我看到那篇报道了，谢谢你们的付出。希望你们之后可以继续努力。不要再让一样的事情重复发生了。
志。哎，你怎么来这里？你们今天公关传讯息说有事要宣布，你知道什么事吗？今天大头们都去开会了，应该是要讨论挪床的事情。那报道发出去之后，你有受到什么影响吗？没有，不过其实很奇怪，今天晨会的时候都没有人讨论这件事情。我看你一直愁眉苦脸，是在担心子文的消息来源。不用担心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不在这几年哦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独当一面的记者了，不用担心。我不是担心子文，我是在想，医院会怎么回应我们的报道？这个医院维护权贵这件事。他们出招了，《今日报》发即时。请张崇志医师现在至7楼会议室。请张崇志医师现在至7楼会议室。央央被转院这件事情负起责任吗？经过一下，让两路谢谢。你为什么要留我太阳呢？不好意思，我让张医师先过，谢谢。张医师，你会接受道歉吗？张医师，那麻烦你回应一下吧，张医师。请你说明一下。院长，请坐。张医师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请你过来吗？报告院长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泱泱送进医院当天的情形？当天我值班，凌晨的时候收到通知，有一名脑伤、内出血的病患。当下急诊科立刻就照了 CT， 确认要马上开刀，但是因为当下医院没有多的加护病床，我把情况报告给主治医师吴主任之后，我们判断应该要立刻转院。那从泱泱送到医院到你到急诊科做确诊，你总共花了多少时间？整整20分钟。你应该知道昂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在第一时间找不到你？你不接电话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你觉得真的是因为贪睡吗？一个医疗人球案，怎么可能会是因为住院医师贪睡造成？可是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讲啊，当天医院啊，然后很多人都在。我们是调查记者，是要追求真相的，不要跟着别人人云亦云好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他是我国中同学，我了解他。你国中同学？真假？他国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当医生了，就是为了给家人过上好日子。那你为什么要选神经外科？其实，我本来读医学院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念什么，只是想让我爸妈开心而已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进开刀房协助开刀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我在救人，我可以拯救一条生命。我发现，只要我愿意，
可以成为一名医生。我听说你有失眠的问题，长期靠服用安眠药来控制睡眠。你当天有吃药吗？没有，我绝对没有。我值班的时候不会吃药的。那你有多少次是在精神不济的状况下值班的？院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们刚刚讨论的问题跟杨洋转院没有直接的关系。没有直接关系。你整整耽误了20分钟的急救时间，你说没有直接关系，难道你不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吗？报告院长，当天做出转院决定的是我。张医师他有回报病患的情形，那他晚一点应该是影响不大吧？还有，为什么媒体的标题是当天有权贵霸占病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医师，是不是你跟媒体说的？我确实有跟媒体说，当天有一张病床可以挪出。那天从事室友跟我提起，想要挪动 VIP 的病床，那个病患是我主治，我不认为那个病患适合离开 ICU。听到吴主任说的没有？你为什么还要跟媒体乱讲呢？报告院长，因为我当下确诊的时候，临床的状况就是比 CT 照出来的还要更严重，于洋洋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那一张病床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应该要挪床，紧急开刀。张医师当天在电话里面没有讲那么清楚啊。老师，我那天明明就有跟你说，病患的昏迷指数下滑得很快，要是转院的话会有风险。那我怎么讲的？你要我不要挪床啊？我不是这么讲，我是要你审慎评估当天现场的状况，非必要的话，不要轻易挪动加护病床。从志，我就直说，当天在现场的人是你，我所有的判断都是根据你所提供的资讯。我知道那天你很累，可是我们现在要找出事情真正的原因，而不是为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找任何的借口。这个比较紧一点，在哪里？没关系，你穿。院长，会议结果怎么样了？张医师会被惩处吗？是真的吗？惩处结果怎么样了？各位辛苦了，我马上跟各位报告。本院的住院医师张崇志，他因为贪睡，是不是有延误到急救时间？他已经目前是停职调查中。我们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一定会努力认真检讨，还有提升我们的医疗人员素质。对于泱泱小妹妹的不幸，还有造成社会大众的纷扰，本院深感抱歉。张医师在哪里？他出来道歉了吗？张医师已经先行离开现场了，那这边太拥挤了，我们先往大厅移动。待会我们王院长会详细为大家解答哦，谢谢。我们往大厅移动，谢谢。小心啊！来，我们往大厅移动。这边请。崇志，你真的有贪睡吗？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啊？开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停职的是你？
这么好的读访机会，为什么不带采访回来？他情绪已经失控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问出什么。你没有办法问出什么？还是因为他是你国中同学，你不敢问？对，他是我国中同学，我相信他。明姐他是好医生，这很明显是医院在放消息，要找人顶罪啊！你确定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清白的，你为什么不敢访问？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对于贪睡的回应，就等于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清白的。但他已经很痛苦了，我们不是要尊重受访者的情绪吗？子文，我不是希望你冷血，我只是希望你冷静。身为一个记者，即使真相很丑陋，我们都还是要有勇气去访问，保持客观，不是吗？如果你没有勇气去面对受访者的话，你就没有机会去接近真相。王德威现在要起诉张崇志业务过失杀人，正送往地检署。你没有问他，有帮助到他吗？依琳，跟我去地检署。你留下来。不要冷血，要冷静。这是记者永远的课题。子文这次就是不够冷静，但不要冷血，其实才是最难的。记者有时候真的很像局外人啊，常常站在火线，心态却很疏离。有时候真的很像在看戏，新闻跑久了，大概都猜得到结局是什么。记者正在地检署前守候，张崇志医师已经因业务过失致死而被检方约谈。据闻他在值班时因贪睡而错失了脑伤的黄金救援时间，极有可能是泱泱人球案的主因。稍后若有最新的消息，我们将第一手时间为您掌握。张崇志医师约谈结果如何？检察官决定要起诉你吗？张医师，听说你之前就有滥用安眠药控制睡眠的习惯，当天也有服药吗？你当天昏睡了多久？你还算是个医生吗？你用什么话想对泱泱妈妈说吗？你要跟社会大众道歉吗？你现在被控杀人医师，有什么回应吗？你要如何给家属一个交代？你对得起相信你的泱泱的家属吗？之前也有精神不济的状况下开刀吗？你值班的时候都精神不济吗？对泱泱死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对泱泱的妈妈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要跟泱泱的妈妈道歉吗？你这样还算是个医生吗？你还配当一个医生吗？是我的错，我应该要救他，但是我没有救他，是我判断错误了。我不是一个好医生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
真相一层一层被掩盖，最后倒霉的永远是基层。旁观他人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能做什么？不能做什么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何必大动作起诉一个基层医生，让他成为代罪羔羊？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根本还没有侦结，哪来的起诉啊？那都是媒体乱写的。我只找他约谈，而且业务过失致死是公诉罪啊。侦查他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啊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做这个动作会导向成这个结果？事情演变成全民公审，不是我们检察官的问题。但你放心啦，他不会有事。你可以去查查医院的班表，医生过劳值班，这个够你写一个专题了。我还可以相信你吗？我觉得是我害了张崇志。哎呀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嘛，又不是你的问题。明姐说的对，如果我那时候拿到他的采访，也许就不会变成这样子。这个就是我们做记者会遇到的课题啊。如果你真的想帮他的话，你就不要气馁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会一直陪你。笑一下，咬一下，看一下，笑一下。